1979年深夜，金门岛海岸边，一名台湾军官脱下军靴，凝视着不远处黑暗中的大陆轮廓。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纵身跳入冰冷的海水，向对岸游去。这位冒死游向大陆的军官名叫林毅夫。多年后，他竟在彼岸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被戏称为国师，还担任国家的重要政策顾问。这个剧情听上去像电影桥段，但却是真人真事。那么，林毅夫究竟为何冒险从台湾游到大陆？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反转？更令人好奇的是，大陆方面为何从未怀疑过这个叛逃而来的前台湾军官是间谍，并且对他委以重任？让我们一同走进林毅夫的传奇人生，从头细说这段融合历史、政治、经济与人性抉择的精彩故事。林毅夫1952年10月15日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的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林正义。正义寄托了父母对他的殷切期望，希望他日后成为堂堂正正、有所担当之人。林家共有4个孩子，林正义排行老4，家境虽然清苦，母亲靠替人洗衣贴补家用，但在充满关爱的环境中，林正义自幼养成了坚毅勤奋和关怀他人的品格。凭借聪颖的资质，林正义一路跳级成长。中学时，他成绩优异，初中毕业后保送进入宜兰高中继续深造。1971年，青春年少的林正义参加大学联考并脱颖而出，考上了台湾最顶尖的学府台湾大学。他进入台大农学院就读，主修农业机械工程，这在当时是十分令人羡慕的前途，名校高材生，未来一片光明。在台湾大学期间，林正义不仅埋头书本，而且热心校园活动，还是个风云人物。他积极参与学生自治和社会议题讨论，曾当选台大1年级学生代表会议主席。当年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引发校园内外的震动。热血方刚的林正义组织同学声援，甚至号召绝食抗议，希望为政府挽回国际处境。然而，大环境下学生的声音有限，这次举动并未产生实际影响，却展现了林正义关心时局、敢于表达政治立场的一面。当时的他对于两岸局势和国家前途已有了自己的思考，爱国热忱深深埋在心中。就在所有人以为林正义会像其他台大精英一样走学术或留学道路时，他却在大2时做出了一个令人跌破眼镜的决定，主动申请退学从军。这一举动在校园和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要知道，台大的学生通常享有缓征服役的待遇，许多人毕业后才服兵役，更何况林正义学业优秀，前程似锦，居然要放弃文凭，提前投身军旅，实在罕见。林正义为何如此决绝？原来，在大学冬季军训期间，他感受到部队生活的号召力。当时新生要到桃园县成功岭参加为期数周的军事训练。1971年冬天，林正义在成功岭经历了严格的军事锻炼。训练进行到第4周时，这位台大学生内心发生了变化。与其日后留学或过安稳日子，不如响应号召，以青年之身报效国家。他毅然向部队长官声明，我要投笔从戎，不再回台大上课了。这个决定震惊了待训的军官，也迅速传回校园和媒体。台湾军方对此大为振奋。彼时正值中华民国政府希望吸引高学历人才参军，为军队注入心血的时期，林正义这样的实力简直是最理想的宣传榜样。上级长官听闻后大加赞赏。据传，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赖明汤亲自接见了林正义，感动地表示，像这样有热血的年轻人，我们国家一定有希望。林正义的故事登上报纸，被塑造成爱国从军的青年典范。一时间，这位从台大退学参军的少年成为新闻焦点人物，赢得抗共保台热血青年的美名。军方也给了林正义相当优待，他没有被安排做基层小兵，而是直接推荐进入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成为预备军官。陆军官校是承袭黄埔军校传统的军官摇篮。林正义放弃了可以选择的军事理工学院，执意要求进入陆军军官学校锻炼自己的带兵才能。这一选择也得到高层首肯。蒋经国其实已升任行政院长，推行本省人、台湾本地人参与政军的政策。
身为本省精英的林正义正合其意，他特别指示军方要重点培养这个年轻人。据说蒋经国还通过心腹时任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生叮嘱一定要照顾好林正义。1972年3月，在蒋经国的授意下，赖明汤代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颁发优秀青年奖章给林正义，以表彰他的爱国行为。年仅20岁的林正义就这样背负着荣耀与期待走上了军旅道路。进入陆军官校后，林正义同样表现出色，他刻苦训练，成绩优异，与此同时视野也从校园扩展到军营、社会。1975年，林正义以第2名的优异成绩从陆军军官学校第44期毕业，正式成为一名军官。由于成绩突出，他留校担任学生连的见习排长，负责带领比他晚一届的学弟学妹。在此期间，他的个人生活也有喜事。就在毕业那年，林正义与相恋多年的女友陈云英结婚了。陈云英毕业于政治大学中文系，是知书达理的才女，两人珠联璧合，成为军中一段佳话。结婚1年后，林正义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的降生。身为人夫、人父，让他对家庭和未来多了一份责任。然而此时的林正义仕途正旺，还顾不上过多享受天伦。军方有意继续栽培这位青年才俊。蒋经国当局为了培养双料人才，批准林正义以军官身份公费就读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林正义于是脱产复政，大攻读硕士。在校期间，他抓紧一切时间充实自己，对于经济管理领域也产生了浓厚兴趣。1978年夏天，林正义顺利取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学成之后，他再次回到军中报到，准备接受新的岗位历练。值得一提的是，林正义在政大读书时曾遇到一个小插曲，因为部队中有一位长官恰巧与他同名同姓，为避免混淆，他将名字中的义字改为谐音的义字，自此在军中登记的姓名为林正义。虽然一字之差不起眼，但对林正义来说，这似乎预示着他身份命运即将发生变化。只是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个名字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一个崭新的名字即将在另一片土地上诞生。1979年2月16日，林正义被授予上尉军衔，走马上任，成为金门防卫司令部马山连连长。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职务。马山连位于金门本岛东北角，前方不远就是大陆的厦门小邓岛，最近处相距仅2公里左右，是当时两岸对峙的最前沿。据说马山连阵地上甚至能看见对岸解放军哨所的旗帜，阵地上还有一座对大陆进行新战喊话的强力广播站，每天用大喇叭向对岸播送宣传。在这样的敏感岗位任职者，必须是政治可靠、能力出众的基层军官，可见林正义深得军中高层器重。然而，对于前途被一路看好的林正义来说，金门前线的生活却意外地成为他人生观巨变的转折点。金门与大陆仅咫尺之遥，战地气氛紧张而闭塞。林正义每日站在阵地眺望，大陆那片广袤土地隐约可见，让他不禁思考彼岸的世界。在闲暇时，他经常会倾听从对岸飘来的广播。那些广播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大陆的电波中充满了新鲜的声音，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的消息，各项鼓舞人心的发展计划，百废待兴的建设场景，这些都深深吸引着林正义。要知道，当时的大陆正从文革阴影中走出，一切百业待兴，而台湾这边在戒严统治下，政治氛围保守僵化。每天深夜，大陆广播里传来的改革新政，犹如一股清新之风扑进金门前线，让这位年轻军官听得心潮澎湃。与此同时，林正义在军中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一面，理想与现实碰撞，部队内部存在的一些腐败低效现象令他失望。作为连长，他深知基层官兵的辛苦和训练装备的落后，也目睹了国民党军队长期以来积弊难改的现状。这让曾经满怀报国理想的他开始反思，难道光凭军事力量和岛内现状，台湾就有光明的未来吗？白天，他指挥士兵守卫海岛；夜晚，他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中眺望星空下的对岸，脑海中翻滚着种种念头。林正义想到台湾当时仅有不到2000万人口，而彼岸大陆有将近9亿中国人生活在那里。如果中国要富强昌盛，
绝大部分同胞都在大陆，那片广阔天地似乎才更有可能实现他使中华富强的梦想。他回顾自己这些年的历程，从热血反共的台大学生到优秀军官，他的初衷始终是希望国家强盛，人民过上好日子。但现在他对国民党政权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产生了动摇。那个年代，许多像他这样的台湾年轻人对现实感到失望。不同的是，有的人选择在岛内投入党外民主运动，挑战国民党统治，而身在军旅的林正义却开始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也许前往大陆，直接投身于占中华民族大多数人口的那一方，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思想的巨变终于在1979年春天凝结成了行动。林正义精心策划着离开金门的时机，他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一旦走漏风声，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牵连部属和家人。他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做准备。金门前线海域潮汐复杂，他开始留意每日潮汐时间表，计算出何时海水最有利于横渡。1979年5月16日晚上，这一天他等待已久。根据他掌握的潮汐表，晚间10时左右将迎来全年最低潮，届时海水退到最浅，甚至一些海底礁石都会露出水面。金门通往厦门的小邓岛一带，实际需要游泳的距离将大大缩短，这是天赐良机。林正义下定决心，就在今夜行动。当晚，林正义照常安排连队的勤务，他特意挑了在哨兵换岗的空当溜出驻地。大约9点半左右，部队里的人发现连长不见了。其实就在半小时前，林正义借口巡视，从营房后门悄悄来到海边。他身上穿着连长才有权限保管的橘红色救生衣，腰间绑了一只装满空气的野战水壶做浮具，口袋里仅携带了身份证明等少量证件，除此之外再无他物。他曾考虑过带手枪防身，但最终放弃，一来负重累赘，二来他表明心意是投奔而非战斗，带武器可能引发误会。至于当年盛传的抱着4颗篮球游泳，更纯属讹传。别说他当时根本没有篮球可带，就算有，拖着4个篮球又怎能游动？林正义清楚自己只能轻装上阵，把生死置之度外。夜幕笼罩，大海一片漆黑，唯有远处厦门方向零星灯火。林正义站在沙滩边，深吸一口气，没再回头望岛上一眼，随即纵身跃入冰冷的海水。他选择自由式游泳，用力地滑动双臂，海水拍打着他的身体，耳边只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在茫茫夜色中，他独自向大陆方向前进。一开始潮水很浅，他踩着裸露的海床快步行走，等水逐渐变深后才开始游泳。海浪不时涌来，让他呛水窒息，可他不敢停下，一旦停下，等待他的就可能是溺亡或被潮水冲回金门。在黑暗的海中，他分不清方向，只能凭借星光和远处微弱的大陆灯火来校准路线。约莫1个多小时后，他踏上了对岸一个小岛礁，这是厦门角屿附近的滩头。精疲力尽的林正义拖着麻木的双腿爬上岸来，瘫倒在沙地上，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海浪声和自己的喘息声。他意识到这里可能布有地雷和感应警报装置，不敢贸然乱走。为了表明自己来意，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用微弱的光亮朝空中闪动，尝试引起解放军哨兵的注意。不一会儿，远处果然传来训斥声和脚步声，一支解放军巡逻队小心靠近，将他团团围住。林正义举起双手自首，用生硬的普通话高喊表明身份：不要开枪，我是投诚的台湾军官。就这样，在这个星光暗淡的夜晚，林正义完成了令他人生彻底改变的一次横渡。他孤注一掷地游向未知的彼岸，用3个小时的生命冒险换来了此后几十年的传奇篇章。翌日清晨，金门前线一片哗然，马山连长林正义失踪了。起初部队到处寻找，以为连长可能遭共军袭击失踪，但在海边的铁丝网旁，有人发现了一双遗留的军用球鞋，鞋上还写着连长字样。再联系到他人间蒸发般的离去，军中高层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林正义是叛逃投共了。消息传回台北，整个台湾高层震惊难堪。林正义曾是重点培养的本省精英军官，他突然投奔大陆，
无疑是对国民党当局的一记重击。蒋经国闻讯之后勃然大怒，却又深感失望痛心。这位自己亲自接见嘉奖过的青年，如今投入了对岸怀抱，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台湾国防部当即对林正义发布永久通缉令，将其列为叛逃军官，永不录用。日后若在台湾境内出现，将立即逮捕法办。军方也秘密展开调查，总结此次事件的教训。在林正义留下的物品中，他们找到他的军官证件和一些个人文件，却并无任何极具价值的军事机密。这也证明他走时并未携带机密资料。但为了安抚内部士气，军方调查报告在分析林正义叛逃原因时，给出了颇为贬义的评语。报告称林某自视甚高，性格急功近利，因未被选拔参加重要培训，心生不满，遂见异思迁。大意是把他的出走归结为个人野心和情绪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动机。然而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令外界信服，军中上下人心浮动。但蒋经国下令尽量低调处理此事。令人意外的是，林正义的直属长官以及相关负责人员并没有因此受到严厉惩罚或问责。根据日后披露的信息，国民党当局当时为了把影响降到最低，决定将此事淡化处理，仿佛林正义只是人间蒸发一般，没有大肆宣扬追究。这其中也有林正义本人考虑到的因素。他选择在任职满3个月的节点出逃，就是知道军中有规定，部属出事，任期超过3个月前，任长官可免受牵连。现任不到3个月，新长官也无需担责。林正义精确地踩着点离开，让带过他的营长和时任营长都逃过了处分。这一细节后来被披露出来，不禁令人感叹，他出走前竟还惦记着不想拖累别人，可见内心的纠结复杂。然而，不管台湾方面如何遮掩，这件事还是在岛内外传开了。媒体闻风而动，当年就有传言说林正义是抱着篮球游过去的，甚至携带了台湾的重要军事机密资料。对此，台湾军方严正否认携机密之说，以免引发更大恐慌。而金门一带坊间流传的篮球故事，则成了多年未解的传奇。有人说他用了4颗篮球做漂浮工具，俨然电影般情节。一时间，林正义仿佛成为一个离奇的符号，引发各种猜测。在台湾，林正义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妻子陈云英当时怀着第2胎，突闻丈夫叛逃大陆，可想而知是何等震惊悲痛。国民党保密局很快找上门，反复调查询问他是否知情，是否同谋。然而陈云英也是突然获悉丈夫出走，茫然无措中还要面对外界指责的目光。最终，台湾官方并没有难为这位无辜的妻子和孩子，毕竟林正义自己也是秘密行动，家眷毫不知情。台湾当局选择将他们软监控一段时间后释放，只是此后的岁月里，这个家庭不得不过着低调隐忍的生活，承受旁人异样的眼光。总的来说，林正义叛逃事件在当年的台湾属于罕见且敏感的政治事件，官方将其定性为投敌叛逃，但对内宣传则相对谨慎低调，避免刺激更多军心或引发社会议论。只是无论如何，一位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军官就此成了千古罪人，在故乡永远背负上了叛徒的骂名。再把目光转回1979年的那个夜晚，当林正义在厦门角屿被解放军逮捕后，他的人生便进入了另一个轨道。大陆部队起初对这位从天而降的投诚者并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身份特殊，又在前线要地出现，一切需要严格审查。林正义被带到解放军营地，接受详细的盘问和政治审查。面对审讯，林正义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来历、身份和动机。据悉，他坚称自己是真心归顺，希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力，并没有受台湾当局派遣。为了证明诚意，他主动上交了身上的军官证件和随身资料，配合调查。他还表示自己并未携带任何情报，只身前来正是为了表明并无所图。大陆方面对他的到来既惊讶又审慎。当时两岸长期军事对峙，一个台湾前线连长冒死游过来，这可是极具宣传价值的事件。然而，考虑到林正义的台湾军官身份非常敏感，办案人员一时间拿不定主意。据传，最初有关单位还有些怀疑，会不会是台湾派来的间谍苦肉计？林正义毕竟军衔不低，又受过高等教育，如此人物突然投诚，
确实不能不让人提高警惕。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林正义被安排在安全地点接受观察和学习，实际上是边做政治审查，边让他熟悉大陆环境。为了隐蔽，他最初并未公开露面，只是在内部通报中被称为某投诚人员。大陆有关部门也秘密将此消息上报。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高层对此事的态度是既欢迎爱国人士归来，但也必须确保没有风险。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背景调查和思想考察后，林正义逐渐消除了大陆方面对他身份真实性的疑虑。审查人员发现，此人出身台湾本省普通家庭，并非特务世家，且他孤身来投，没有带任何机密或武器，行为举止也无明显可疑之处。如果说他是间谍，那似乎很难解释他舍弃高官厚禄和家人，以生命相搏的动机。再者，当时两岸军力悬殊，台湾派一名上尉潜伏大陆价值有限，倒不如相信这是一起个例的政治投诚。逐渐的，林正义获得了初步信任，组织上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决定为他安排一个新的公开身份，以便日后工作和生活。就这样，林正义这个名字在他到达大陆不久后被弃用，他得以重生为林毅夫。据说毅夫二字包含了毅然决然、赴汤蹈火的男子之意，也象征他坚定的决心与新的生命旅程。这是他自己挑选的名字，亦或组织上为他取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一刻起，一个全新的林毅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开始了人生下半场。林毅夫最初被安置在北京附近一处招待所，接受进一步学习和安排前途。他迫切希望能为新祖国效力，但短时间内还不可能立刻让一名前台湾军官参与机密工作或军队。当然，大陆方面也意识到林毅夫受过高等教育，懂经济和管理，还是个可用的人才。与其把他束之高阁，不如先让他继续深造，将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出力。然而，就在为林毅夫选择学校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发生了。起初有关部门准备让他就读于知名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但人大方面在收到这个特殊新生资料后有所顾虑。他们看到台湾军官投诚的背景，心中忐忑，觉得此人来历不明，恐有风险，居然委婉地拒绝了。林毅夫一时陷入尴尬境地，好在北京大学向他敞开了大门。北大方面当时较为开明，愿意接纳这个特别学员进入经济系攻读硕士。据林毅夫后来回忆，他对此始终感激在心。如果没有北大的包容和信任，或许就不会有他日后的成就。1979年秋天，27岁的林毅夫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从战地军官到北大校园，这落差可谓巨大。起初林毅夫相当低调，他深知自己身份特殊，在同学中只是谎称来自台湾的普通返乡同胞，很少提及此前的人生经历。他一边努力恶补大陆的政治理论，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学专业知识。在当时，经济学在中国还是新兴领域，研究资源匮乏，林毅夫却已经有志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林毅夫的勤奋和才华很快在北大显露。1980年，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重量级访客，刚刚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是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大师级人物，此次应邀来华访问讲学，北大方面特意安排精通英文又懂经济的学生担任随行翻译。林毅夫因表现优异而被挑中。几天的接触下来，这位美国老教授对年轻的林毅夫赞赏有加。他发现林不仅英语流利，而且对许多经济学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思维敏捷，不拘泥于教条。舒尔茨教授哪里知道，眼前这个谦逊的中国学生竟有着如此传奇的背景，但他看到了林毅夫身上的巨大潜力。在结束访华返回美国前，舒尔茨主动提出愿意推荐林毅夫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并帮他申请奖学金。对于林毅夫来说，这无疑是天降良机。要知道，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才刚刚恢复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而且名额寥寥。而舒尔茨点名要把他带到世界顶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博士，这可是梦寐以求的机会。经过组织部门的慎重考虑，
林毅夫被列入首批改革开放后的公派留学生名单。1982年，他顺利拿到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从金门大海中游向对岸后3年，这位前台湾军官又横跨浩瀚的太平洋，来到了繁华的美利坚。这一次的旅程不再需要拼命游泳，而是搭乘飞机平安抵达。站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里，林毅夫感慨万千，命运何其神奇。几年前他还是两岸对峙前线的敌对军官，如今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的身份步入西方学术殿堂。在芝加哥大学，林毅夫师从的正是引荐他的舒尔茨教授，以及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约翰逊教授等人。他主攻农业经济和发展经济学方向。这段时间里，林毅夫如海绵般吸收着现代经济学理论，他埋首于图书馆和研究室，也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芝加哥学派以市场自由著称，而林毅夫来自的中国正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新路。他经常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祖国实践相对比，琢磨如何因地制宜运用于中国情境。留学生活紧张而充实，他心中始终惦记着学成归国，为建设出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林毅夫努力攻读博士的同时，命运也悄然安排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家庭重逢。原来他在离开台湾后多年，音讯成谜，妻子陈云英独自生下女儿，艰难生活。然而陈云英对丈夫的感情并未因痛苦而泯灭。她后来回忆，当得知林毅夫在大陆平安无事时，心中既怨又喜。80年代初，两岸仍隔绝，但陈云英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了美国的一所大学研究生课程。借此机会，她带着孩子辗转来到美国求学。在那里，她终于与分别4年的丈夫林毅夫得以重逢。夫妻2人久别重逢，百感交集。他们在异国他乡重新聚首的场景让人唏嘘不已。曾经一个是叛逃者，一个是被留在敌后的家属，如今却都以学生身份站在自由的美利坚土地上，这何尝不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团聚之后，林毅夫向妻子倾诉了自己当年的理想与无奈，陈云英也道出了这些年独自撑起家庭的艰辛。冰释前后，夫妻俩决定携手共创未来。陈云英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同时照顾孩子，一家人终于重新生活在一起。这段经历不仅圆了林毅夫心中最大的牵挂，也为他的传奇故事增添了一抹温情。1986年，林毅夫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体制变迁的成因和效果。这项研究选题直接源于他对祖国现实的关注，也奠定了他日后学术方向的重要基础。毕业后，林毅夫没有留在美国发展，而是选择继续提升自己。1986年至1987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为期1年。在耶鲁期间，他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并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准备回国后一展身手。1987年，林毅夫结束在耶鲁的研修，怀抱满箱的书籍和资料踏上归程。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携妻带子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对于林毅夫来说，这一刻意义非凡。近10年前，他冒死求渡来大陆时举目无亲，前途未卜。如今他不仅学有所成，而且家人团圆，将以全新的身份投入建设浪潮。他带回了足足30箱在国外搜集的经济学书籍和资料，填补了当时国内学术资源的匮乏。这些书籍就像他的嫁妆，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回国后，林毅夫被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副教授，开始了教学生涯。同时，鉴于他在国外获得的先进学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延揽他担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这个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的高级智囊机构之一，专门研究农村经济政策。在那里，林毅夫得以直接参与一些政策研究工作，将自己所学应用于国家发展实践。林毅夫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海归经济学家，在官、产、学3界都颇受瞩目。刚归国的林毅夫很快展现出了他独特的价值。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
既需要借鉴西方理论，又要立足本国实际。林毅夫由于亲历台湾和西方的发展经验，又深谙大陆国情，常能提出一些兼具国际视野和可行性的见解。例如，他对于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参考。他那篇关于中国农业改革的博士论文，日后在国内发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许多人惊叹，这位年纪轻轻的学者怎么对中国农村情况如此了解透彻？殊不知，早在金门服役时，林毅夫就对对岸农民生活心生关切，加上留学期间穷研中国案例，所以返国后才能提出真知灼见。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林毅夫深受学生欢迎，他学识渊博，授课融会中西，深入浅出，不少后来成为经济学界中坚的学子，都是听着林老师的课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也笔耕不辍，用中文和英文发表论文，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框架。短短几年间，林毅夫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被视为中国本土培养的优秀经济学家。1993年，林毅夫升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跻身正教授行列。此时的他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经济学者，经常受邀参加各种政策研讨会。他没有忘记初心，仍然低调的很少谈及自己曾是台湾军官的往事。大多数公众知道他，只当他是一个能力突出的大陆经济学家，几乎无人将他与10几年前金门出走的林正义联系起来。随着声望日隆，林毅夫有了更大的抱负，他希望整合国内顶尖人才，建立一个世界水平的中国经济研究平台。1994年8月，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林毅夫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知名经济学者，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他一起创始的包括后来担任央行行长的易纲、著名经济学者海文、张维迎等人。林毅夫出任首任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具国际视野和学术水准的经济学人，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阵地。在这里，林毅夫领导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深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CCR 很快成为国务院等部门的重要智库之一，在政策咨询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毅夫此时俨然已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不断为政府建言献策，参与许多重大决策咨询，例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据圈内人透露，林毅夫常受邀给中央领导讲解经济形势，他的数据详实，分析透彻，赢得高层的信任和好评。国师之名，也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流传开来的。有人半开玩笑地称呼林毅夫为林国师，意思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大师级人物。这称呼背后既有赞誉，也夹杂着几分戏谑，但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在政策圈中的特殊地位。林毅夫的学术理论也逐渐成型，他提出并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理念，主张将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按照一国的要素禀赋来制定适合的发展战略，强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积极引导作用。这套理论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思路，也有别于激进的自由市场派，被视为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贡献。作为中国改革实践的思考总结，新结构经济学得到了不少认同，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2008年，林毅夫的事业迎来新的高峰。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成为首位担任该职位的中国人，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第一次站上这个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当这个消息传出时，举国振奋。林毅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培养的经济学家，能够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担此重任，既是他个人的荣耀，更象征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智力的崛起。在世界银行供职的数年间，林毅夫广泛调研全球发展问题，倡导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策。他把新结构经济学理念带到世界舞台，得到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响应。当然，他也难免受到一些质疑，比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政府角色的不同看法等。但林毅夫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以他的人生经历为底色，强调发展经济学应该有新的第三条道路。
可以说，他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论坛上争取到了更多话语权。在世行工作的同时，林毅夫没有忘记祖国的嘱托，他经常往返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有人形容他是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一张名片，在外为发展中国家代言，在内为祖国发展尽心。2012年任期结束后，他婉拒了留任的机会，选择回到北京大学继续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这一决定也体现了他的身份认同。无论走多远，最终他还是愿意落叶归根，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回国后，林毅夫继续活跃在智库和政务咨询一线。2013年9月，他被正式聘任为国务院参事，这一职务是国家高层的智囊团队成员，负责对政府政策提供咨询建议。林毅夫入列参事室，标志着他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份子。他还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平台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此外，他所创建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出任名誉院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继续推进他的理论创新。从此，林毅夫不仅是学界泰斗，更是深度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智囊中人。每当重大经济政策出台或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媒体和公众都会关注林毅夫的观点。他的许多预测和建议直接影响着舆论，有时甚至影响决策方向。久而久之，国师林毅夫之称也愈发深入人心。支持者认为他是经验丰富、见解独到的经济顾问，也有人调侃，这位当年的游泳健将，如今成了坐镇庙堂的谋士，人生轨迹之离奇，实在令人惊叹。当然，林毅夫的传奇人生并非没有争议，在两岸和国际不同视角下，他的形象可谓冰火两重天。在中国大陆这边，官方和主流舆论对林毅夫多持正面评价。作为归国投诚的成功典范，他被视作认同祖国、贡献卓著的杰出人才。媒体报道时常强调他如何从台湾毅然回归，以及后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这种叙事将他塑造成爱国的英雄人物，潜台词也在向台湾同胞传递统一情结。看，连台湾顶尖人才都愿意来大陆实现抱负。林毅夫本人虽然性格低调，但他的头衔和经历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可以说，在大陆人眼里，他是一个用行动诠释理想并获得巨大成功的榜样。然而，在台湾社会，林毅夫长期以来则被打上了叛逃军官、投共人士的烙印。尽管他在国际上斩获荣誉，为人称道，但在家乡却始终无法得到谅解。在台湾法律上，他仍然是通缉犯，未被赦免。每当媒体提及他时，通常冠以前叛逃军官林正义的字样，让人一眼就联想到那段敏感往事。岛内一些退伍军人和深蓝势力更是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背叛了国家和袍泽，是不忠不义之人。也有民众从感情上无法原谅他，毕竟他曾经抛下怀孕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这被认为是对家庭和责任的背弃。甚至有人用了现代吴三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暗指他如同明末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般卖国求荣。林毅夫对这些骂名并非没有感觉。早些年他刻意回避谈论自己的叛逃经历，就是希望外界聚焦于他的学术和工作，但风云人物总难免被置于放大镜下。2012年，面对接踵而来的议论，林毅夫在接受采访时罕见地回应了质疑。他坦陈，当年选择5月16日出走，内心无比挣扎，因为那时女儿尚未出世，抛下家人是最痛苦的牺牲。他也解释，正因为不愿牵累他人，才精心挑选让长官免受牵连的时间离开。至于所谓携带机密文件叛逃，他激动地逐一驳斥，他的部队连队并无什么高级机密可言，两岸国防部档案可以证明他并未带走任何机密资料，说我带机密，那完全是无稽之谈。林毅夫罕见地提高声调，为自己证明。还有一种声音质疑林毅夫究竟是出于信仰理想叛逃，还是逐利而为的投机者。支持者认为他眼光远大，看准大陆改革机遇，毅然投身，是有战略远见。批评者则说他不过因个人升迁受阻，一时赌气而倒向对岸。甚至在大陆，也有人对他的理论和观点提出批评。
比如经济学界一些更强调自由市场的学者，就曾公开与林毅夫辩论，质疑他的新结构经济学过于偏重政府作用，不够市场化。在网上，少数极端网友以他当年投奔大陆的背景做文章，称他本来就是台湾间谍，在大陆多年巧取豪夺之类。这些言论虽无稽可笑，却也反映了公众人物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理解的一面。面对质疑，林毅夫通常表现得坦然，他常说评价留给历史，自己只管实事求是做事。在工作中，他依然勤勉奔走，为中国的贫困地区调研，为非洲的发展鼓与呼，为国家战略提供真知灼见。或许正因为心无旁骛，他才能赢得主流社会持续的信任。这么多年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在经济决策方面一直给予他重任，没有因为他的特殊出身而心存疑忌，这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讲到这里，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大陆当初为何没怀疑林毅夫是台谍，并且日后敢于让他担任如此高位的重要职务？要知道，一个敌营叛逃过来的人，理论上最容易被怀疑为渗透的间谍，但林毅夫的经历却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波折，这背后有何缘由呢？我们不妨从多角度分析。其一，貌似投诚彰显真心。林毅夫选择的投奔方式危险系数极高，深夜独自横渡海峡，稍有不测就是葬身鱼腹。间谍通常讲求隐蔽安全，几乎不可能让自己陷入如此九死一生的境地。林毅夫用生命做赌注来投敌，这种非常规举动本身就传递出强烈的真诚信号。解放军将士当时见他冻得发抖，身无长物的被俘，很可能也相信了，这样玩命游过来的多半是真心归顺的。其二，毫无机密在身，动机以理服人。若他是台谍，按常理会携带情报或通讯工具以完成任务，但林毅夫身上只有军官证件和求生装备，没有半点情报价值。他被审查时一再强调自己是为了中国富强而来，大陆方面逐渐也认可了他的解释。另外，他在台湾军中并非情报官，也没特殊背景，这减轻了大陆对他作为潜伏特工的猜疑。其三，高层的善意与争取。对于投奔而来的台湾人，尤其是高级人才，大陆一贯采取怀柔政策，既欢迎又谨慎使用。林毅夫作为第一位投诚的台湾军官，高层更倾向于将其树立为统战典型，而非一上来就当嫌犯看管起来。况且彼时正值改革开放，需要各类人才，他的学历和才能正好派上用场。高层可能认为，与其疑神疑鬼，不如给予机会，观察其表现，用实际表现来证明是否忠诚。其四，多年表现赢得信任。林毅夫自加入大陆阵营后，一步一个脚印，从读书到留学，再到回国效力，从未做出任何有损大陆利益的举动。相反，他贡献良多，在政策研究、学术建设、国际交流等各方面成果斐然。如果他真是间谍，那他潜伏几十年不暴露，且对大陆鞠躬尽瘁，这情报工作未免过于本末倒置。正是他持续的贡献和清白，使得猜忌逐渐烟消云散。其五，亲属关系审查清楚。从安全角度看，大陆方面在林毅夫投诚初期必然对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做了详尽调查。结果显示，他家在台湾只是普通人，他本人也没可疑的情报组织联系，甚至后来他的妻子女儿都干脆投入大陆生活，更证明他不是派遣人员。这种家庭整体迁移的情况很难是精心策划的间谍行动，倒像是真心实意归队。归纳而言，大陆对林毅夫由初期的审慎观察到后来彻底信任重用，是一个渐进过程。他用实际行动消除了怀疑，用才干赢得了赏识，也用忠诚换来了重托。这背后既有他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历史大势的使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需要像他这样特殊人才的加盟，而他也恰恰用成果证明了自己值得信赖。回望林毅夫走过的路，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当年金门海滩上那个奋力向黑夜中游去的身影，也许他自己都未必料到，彼岸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人生。然而正是这一跳，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轨迹，也在两岸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从台湾军官到大陆国师，
这听似荒诞的角色转变，却真实的发生了。林毅夫用他的经历证明，人生有时比小说还要传奇。林毅夫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理想和选择的故事。年轻时，他怀抱报国之志投身军旅，又在理想幻灭后毅然转向另一条道路。这其中有对时代局势的清醒判断，也有对个人抱负的不懈追求。有人或许不认同他的选择，但不可否认，他为心中的信念付出了巨大的勇气和代价。直到今天，他依然背负故土的通缉令，无法踏上家乡的土地，不能亲自祭拜长眠故土的父母。这是他人生中永久的遗憾，也是政治现实无情的一面。对两岸关系而言，林毅夫的经历更是耐人寻味。他用特殊的方式串联起了海峡两岸，他的前半生属于台湾，后半生奉献给大陆。某种程度上，他身上浓缩了两岸过去几十年的恩怨变迁，从对立走向交流，从误解走向融合，也许还需要时间。但正如林毅夫当年所坚信的那样，无论身处何方，追求中华民族整体的富强，终究是许多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他的选择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却也映射出历史洪流中无数相似灵魂的追问：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实现国家与个人的价值？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的林毅夫早已鬓生华发，却依旧奔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路上。他的目光里既有对过往岁月的深沉回望，也有对未来道路的执着探索。如果当年没有那一夜的大海漂泊，他可能只是台湾政坛或商界的一个普通人物，但命运让他成为了连接两岸和连通中外的一个传奇符号。历史没有剧本，却总在关键处峰回路转。林毅夫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诠释了信念与选择的重量。故事至此，留给我们无限感慨与思索。每个人或许都会在命运的海峡边踟蹰，区别在于，有的人选择留在原地，有的人则纵身一跃。林毅夫这一跃，跃出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历史，也将自己的名字镌刻进了时代的年轮。当夜幕再次降临金门海岸，我们仿佛还能想象到那个年轻军官决绝转身的背影，而在灯火辉煌的北京城，我们也能看到一位智者伏案疾书，运筹帷幄的身姿，两相叠映，构成了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久久地烙印在人们心中。